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终于创出新高，高点位置就在35970点啊，上涨幅度达到1.47%，是一个大涨。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成功的看到了美股完成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是源自于一个对称性的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行情，但第二轮呢，我们看到一个11月14日的跳空高开，并且是一个中阳线之后，完成了从反弹到反转的过渡。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通过合并 K 线就可以看到，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已经正式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从2个角度出发我们判断回调很快要发生。为什么说在高位上涨的过程当中有回调的概率呢？原因是目前道指处在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结构当中，这种结构呢非常容易出现调整同时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目前在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有做调整的预期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目前虽然冲出了新高，但是调整很快大概率要发生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2点就是一个从左低右高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容易创出新高之后，这个位置是一个诱多的一个结构诱多之后下杀，然后再反弹上来，重启行情，重新回到属于美股的牛市当中。那第2点呢，就是在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这样的切换过程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有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预期。那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在比特币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和日线级别上都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并且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但是呢，比特币还没有完全脱离目前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目前所冲出来的新高没有突破之前，行情还有一个概率，就是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做一个缠绕做一个缠绕。那么就目前美股来看，虽然今天周五有上涨预期，但是下周的行情当中容易出现回落因为今天周五它要做一个周线收盘动作，还有可能冲出一个高点。那么周末的行情往往是比较好的周五、周六、周天这个会有一个比特币会有一个继续冲高，甚至到达4万美金的一个过程。但是从下周开始，刚才我们提到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美股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一旦这个调整发生，比特币大概率会围绕当前行情当中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发生冲高回落，回踩之后继续上行。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早在6月份就发现了它的悟空阳线。6到10月份是一个妖怪 K 线的干扰过程，10月行情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重新启动之后，目前处在8节阳线，沙僧阳线正在走出的是一个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本年度的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宣告完成。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刚才美股也提到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仍然有可能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回调、回踩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率可能会发生。所以呢，度过本周一个美好的上涨行情的周末之后，下周的行情有非常强烈的调整预期有非常强烈的调整预期。超级主力庄家非常乐意完成这种乐于完成这样的结构，就是构成一个左低右高，一个右多之后快速下杀，再反弹上来，重新回到目前我们所看的美股和比特币双双多头结构当中。但是在调整完成之前上冲我们是不适宜去追高的，耐心等待它回打下来之后对于多头对于现货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补仓的机会。
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在最近的2个交易日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原因是我们观察了很久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反弹。那这里的反弹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悟空阳线，后面是一组干扰性 K 线，悟空阳线存活的情况下，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11月9日的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一路走弱，并且呢，目前达到了一个支撑线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容易出现反弹，导致以太坊可能会出现大幅上涨，领涨于比特币。所以呢，在最近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以太坊有一个比较好的行情。我们回到以太坊和 USDT 的交易对上来，可以看到目前它的这个箱体结构面临一个突破。那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上方已经形成了第4次波峰。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形成4次等位置的波峰之后，容易创出一个新高，所以呢，耐心等待以太坊发力。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在完成第1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正在进行的是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走出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11月9日的悟空阳线之后，后面走一组干扰性 K 线，但上方呢是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所以呢，周末行情大概率以太坊会出现一个领涨的一个它的领涨呢，注意是以太坊和比特币交易对弱势之后的反弹引发的以太坊的领涨。那么通过合并 K 线，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上方$2200附近是144日均线存在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一旦突破呢，上方空间将打开至$2800，也就是在22年1月份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的附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它是一个多头容易出现爆发式上涨行情的一个机会。同时呢，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热点板块不断轮动目前最热的还是 USTC， 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USTC 正走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僧阳线走完之后，上方还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在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逐渐走横盘走势，这里的横盘呢是围绕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1次回补、2次回补的一个过程，后面还有一定的空间。同时我们也看到热点币种出现轮动，IN 勾 SOL TIA 出现在热点币种当中。我们看一下 TIA 的一个走势。那么 TIA 呢，目前来说一路行情都走得非常强势，它是一个 Binance 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种，在完成1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调整过程，这里面符合了 K 线吸收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是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走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注意看这里的收敛三角形走的还是比较缓和，然后接近近交点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突破。目前接近前高，容易发生继续的上涨行情，同时再回到日线级别，可以将11月22日的这个阳线当做是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之后，我们看到今天走出了8节阳线，因此呢，上方空间可能会被打开，走出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对于这种热点币种容易发生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的币种，应该给予重点关注。那这里呢是我们的量化策略目前有很多人进场，也有很多人在加仓，所以呢我们看到一页基本上已经放不下了。但是呢，策略在运行过程当中一直非常稳定，特别是在每晚11点到凌晨1点的一个大多数币种出现下跌反弹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最大获利模型就是下跌反弹。那么我们还有其他2种获利模型，分别是单边上涨和震荡行情。只要多头存在的情况下，我们一直是能够吃到市场当中非常稳定的收益所以呢，我们现在年化已经达到了200%左右。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